嘿，大家好，我是 A。那今天我們就來特別的跟大家看一下那個韓服的更新內容啊，都是如果大家知道的話，韓服啊在8月7號的時候就發了一個類似更新預告的一個東西，因為大家知道韓服之前答應過很多玩家都是說，原來這次這個年度啊，它會有2次那個大的平衡更新，對，那這次的那個平衡更新啊，就會落在這個8月好像26號吧，就有一個大的平衡更新。那它在更新前啊，就發了一個類似更新預告的東西，就是它到底那個更新的目標或者是更新的方向到底怎樣？對，那所以今天啊，我們就來跟大家看一次這個更新預告的內容，跟我對這個預告的那些猜測或是那些評論啊，對。那我知道我的影片一直有人說只有我的聲音非常之無聊，非常之單調。那所以呢，今天啊，我就來滿足各位有這種想法的人的願望，我就刻意加了一段音樂進去，可以讓你們啊一邊聽那個音樂一邊聽我說話，讓那個影片變得沒那麼無聊。所以啊，我會加什麼音樂進去？那就是我們另一個 Losaiga 內容創作者非常之常用的一個音樂。對，就是這一首。那因為這一首音樂是另一個 Losaiga 內容創作者叫做 Benny， 也是非常之常用的一首音樂。那他每次用這首音樂的時候，他都是在拍一些韓服的一些更新的內容啊。那這次他對於這個8月的預告也有拍一部。對於這個預告的一部預測影片吧，那但是它整部影片都是韓文的關係啊，其實我也是一知半解。那所以的話，如果接下來的那些評論或者是那些預測跟它有相似的地方的話，那只是巧合而已。對，那如果大家對於他那部預告影片有興趣的話，也是可以去他的頻道看一下他的那部預告的影片。那我覺得他制作的一些影片也是非常之詳細，非常之有用。所以的話，大家有興趣的話，也是可以去看一下。那因為時間關係啊，我已經把它翻譯成了中文內容了，那方便我來觀看。那當然，我也是會逐一句來練，因為我的影片是有不同語言嘛。那我逐句練的話，那就可以滿足不同語言的觀眾的需要。所以大家不用擔心啊 ，OK。那首先他說：“大家好，這裡是 Losaiga，OK， 你好。那以下向各位介紹預計於2026年8月16日進行的平衡更新主要方向 ，OK。那本次更新的目標啊，是提高戰鬥多樣性，並減少站在對手立場可能感到不合理的要素了。其實我覺得這裡針對的非常多的方向，例如說，濫用 Meta 的那些玩家，或者是那種不停使用這個噴血打法的話，就如果大家記得的話，現在有一種打法是用2件裝備的配合，例如說，首先把人吊在空中，然後用那一件什麼叫神龍衣服，直接把人血直接噴到沒有，那種應該是官方所指的不合理的要素啊。那我相信接下來的一些官方的修改內容，應該是會針對這2種，一就是那個 Meta 的打法。2就是那個不合理的要素啊，就是那個神龍衣服的那種噴血打法啊，或者是那個神行者頭的那種噴血打法，一種不合理要素嘛。對，那我們下一句。首先，我們預期會以目前使用率較低或被認為實戰運用性不足的傭兵為主進行向上調。那其實啊，這個使用率較低來上調的這個做法是很多競技遊戲都會使用的一個做法。例如說，我如果大家不知道，我是一個重度的競技遊戲沉迷者，我玩過很多一些競技遊戏，例如說什麼現在很流行什麼 Apex Legends 啊。Overwatch 啊 ，Dead by Daylight 那些，其實我都有玩。那他們其實對這些英雄的改動啊，都是以這個很多情況下都是以這個使用率來做了一個平衡的標準。因為他們其實後台有個數據，就是他們是知道整個遊戲裡面理智英雄的整體使用率是比較低的。那通常他們的那個修改標準就是，如果使用率較低的英雄，就代表說他們的那些能力比較弱一點，那他們就會以這個為標準進行上修。那其實啊，通常也是會相反的話，也是會把這些使用率較高的英雄進行下調。那這個是一個競技類型遊戲非常之常做的一個做法。那現在Losaiga開始用這種方法來修改英雄的這個做法，我覺得非常之好。那因為啊，其實這個是一個最好用來衡量這個英雄強或弱的一個標準，用數據來衡量，而且我覺得這個做法也是一個可以令這個遊戲變得更加健康的一個做法。總之就是他剛才所說的一樣，提高戰鬥環境的多樣性。對，那我覺得這個做法
我是非常同意了。當然啊，這種做法會影響這個遊戲最大的一個族群 Meta 玩家。所以說，你通常會看到那個留言，就是說，這個遊戲創作者啊，就完全不懂這個遊戲怎麼運作。那其實我覺得我有點反對吧，因為其實一個遊戲要傾向這個健康的環境。遊戲多樣性、戰鬥多樣性是非常重要的。那這種削弱 Meta 的做法會讓遊戲陣痛一陣子，那但是會讓整體遊戲的那個未來啊會變得更好。畢竟呢，我猜應該沒人想一款遊戲的那個 Meta 或者是主要的玩法都是傾向某一類型的英雄吧。那多樣性，我覺得是競技遊戲的唯一出路，這是我的看法。那你如果不同意的話，也是可以說出你的看法。OK， 那我們下一句。部分傭兵也會進行下調，不過這次調整並不是單純削弱強勢傭兵，而是會針對過度加速效果。過度加速效果，其實這句就很明顯是針對某一堆的英雄，例如說，韓服我見的最多的是那隻叫做泡泡英雄，它的那個移動的那個機動性啊，非常之高，基本上它不需要什麼能量，它跳2下可以從最左跳到最右。也是可以發生的，例子就是那個，如果加速度的話，就是暗影刺客，就是那個，整隻都是棕色之英雄啊，會丟這個飛刀的這英雄，那隻英雄啊，用能量的話也是可以跑得非常之快。那還有例子可能是那個死神吧，如果大家記得我之前的影片就提過，死神這個英雄啊，不只是能打。它的机動性也是非常之高，那因為它能打的關係，加上攻擊那個機動性非常之高的關係，它這英雄也是能做到這種能進能退的非常之作壞的效果。基本上是，如果他的重地抓到人，他就可以繼續滴下去把人打死。那如果抓不到的話，他也是可以利用這個機動性來進行這個逃跑，或者是他沒能量的時候，也是可以利用這個機動性來進行逃跑。那我相信這個就是所謂官方所指的那個過度加速的效果啊，對。那下一句，過長的 combo 很明顯是針對那種彈地型的玩家吧，或是用破壞者來抓地板那種玩家，那很明顯是針對這類的玩家。那就代表說，破壞者在下次的大更新非常之大機會被削弱。对，那大家可以拭目以待。那我也是非常期待。那我覺得破壞者那個最多人濫用的那個機制就是跳重地那個踩地板，因為那個機制啊非常之容易觸發，基本上你把敵人打倒在地上，你是可以直接用那個跳重地來把人抓住了。那它相比這個破壞者的同款抓地板的方式，重地老實說兩個根本是天差地別。對，那所以的話，我覺得破壞者如果真的會下調的話，應該是會調整這個跳重地的部分。对，那是讓那些玩家不那麼容易可以抓到地板的敵人了。对，那下一句，以及難以應對的壓制手段。那這句啊，我就想起一隻英雄，那隻英雄叫做陰陽師。對了，陰陽師這個英雄啊，我不知道為什麼，以前我也說過，他的上限非常之高。如果把他那個無限連的那個 combo 練好的話，基本上敵人是完全的不能反抗，眼睜睜的看着自己的血量從滿血變到一半，然後從一半變到沒血，那基本上你就算換了防御英雄也是會這樣。對啊，所以的話，我這句如果他不是在說這個陰陽師的話，我真的想不到他會說哪一隻英雄。對，那下一句，這些可能導致戰鬥流程變得單方面要素進行調整。那其實就是很明顯啊，如果你是一個印尼服有打機場的玩家，你會發現那些高排位的戰鬥，所有人我要說所有人他們用的英雄都是破壞者、聖獸、神行者，基本上他們的那些英雄都是重複類機制的，那然後他們的 combo 也是重複類機制的。總之就是把人打倒在地上，然後用破壞者跳重低把人踩起來，然後梅菲斯特或者是聖獸把人踢起來就開始 combo， 然後呢 combo 那些過程完全是一樣的。那我相信官方應該是想調整這一方面重複程度非常之高的這種要素。对，都是总之啊，我猜官方应该下次更新就是把这种 combo 全都进行调整，不要让现在那些高排位战斗变得只是一个流程性的一个打法，而是有一种多方面变数的一种战斗环境啊。对，
那除了剛才所說的什麼破壞者那些之外，我希望官方也可以把這個魔彈 nerf 一下，因為現在基本上我覺得魔彈也是一個導致這個戰隊流程變得單方面的一個很重要的英雄啊。那我希望可以把它 nerf 一下。對，那下一句，另外與過往的平衡更新方針相同，部分易防禦功能也會進行調整。什麼是易防禦？那其實這個易防禦就是有一些英雄啊，它可以打背抓背，那就是最著名就是我所使用那個超松啊。以前啊，他就還沒更新之前，他的那個 air dash 是可以抓背的，這是就算敌人防禦的，他也是可以把人抓住，因為它是功能啊，是不知道為什麼是可以抓背的。那但是这個 Alpha 的抓背已經因為它被定性為 bug 嘛，就是把它修掉了。那所以的話，基本上現在 Alpha 是不能抓背的，但是它為什麼還要說部分易防禦的功能也會進行調整？因為啊，其實這個打背的功能啊，不是全部英雄都已經修改了。那有什麼打背著名英雄？那很明顯，第一支烏列，烏列有一個方法是可以直接把敵人打背，然後把對面打起來進行 combo。那這個烏列是第一支。那第二支就是我經常看伊法所使用的泰拳。如果大家知道泰拳那個跳前那個膝蓋往前撞了一下，也是可以用一些特殊方法來導致你明明是打前面，然後變成打後面。那其實很明顯，這個官方是對於這種打背的攻擊啊定性為這個 bug， 因為它下面那句也說，針對因攻擊方向或受擊判定在視覺上不夠明確，而導致玩家難以應對的部分進行改善，讓玩家更能直觀的理解戰鬥結果。那其實就是，總之啊，就是讓那個視覺跟它的操作上是有一個明顯的掛鈎情況，就是不要明明你的攻擊明明是看起來是打前面的，但是變成打後面。總之來說，就是把那些東西慢慢的定性為 bug。以前很多那些看起來很正常的東西慢慢定性為 bug， 比如說之前的更新，巫妖的更新就是一個把它的 cancel attack 定性為 bug， 我覺得也是一個同樣的方向，總之就是把以前很多人都在使用很明顯是不正常的東西，慢慢的把它定性為這個 bug， 然後進行修改。那我覺得這個方向也是非常非常之好啊。總之就是你在使用一些不合理的東西，就是在使用 bug， 這個是我覺得也是非常之合理的一個做法。可能有些觀眾會覺得我這個論點有點激進或者有點 hot take， 那其實啊是因為我是一個大概10幾年前就開始玩的玩家嘛。那當時以前啊很多一些裝備類型的東西啊，很明顯是有問題的。例如說以前有個叫做機神頭盔的東西，就是放一個東西出來，然後噴那個激光，然後會打中敵人的話，那個敵人會不停的上下抖動，不停的彈來彈去，然後配合這個什麼教父啊 SF 那種英雄，可以把人的這些血量直接噴到沒有。那這個很明顯是一個 bug 來的。那但是官方呢，對於這種裝備類型的一些噴血的功能的東西啊，他以前是坐視不理的，那導致很多人都會不停的使用這種違反遊戲平衡性的這種東西。那但是現在官方很明顯就把一些看似不合理的東西先給他一個名字，然後把它定性為可能是不是會定性為 bug， 那但是總之對於這種不合理的東西，他先給一個名字，然後把它修改掉。像這次的話，就是把這個東西稱為易防禦，那我覺得非常之好。總之啊，就是把一些不合理的東西修改掉，那我覺得不錯。OK， 下一句，裝備平衡也會一併進行調整。我們計劃針對10種以上性能較差或者使用率低的一些裝備進行上調，讓更多不同的裝備組合能在實戰中發揮作用。那其實這句啊，就也是一個更新的方向嘛，就是針對那個提高戰鬥環節多樣性。那其實這個做法我覺得也是不錯的，但是我覺得是忽略的一個做法，就是他每次把一些裝備強化之後，有些是強化的不錯的，就是例如說，我覺得大地法師那個衣服就是一個不錯的強化的方向。那但是有一些裝備很明顯的強化之後變得太強了，那但是他對於一些太強的裝備作為一個類似後續的一些調整，例如說我剛才所說的神行者頭盔，我覺得這個神行者頭盔啊，它加強了之後變得有點過於強大了。這個因為它的那個頭盔啊，基本上強化之後，它不論是團戰或者是那個單挑房裡面，也是可以做到這個把敵人秒殺或者是噴血的那個效果。那我相信這個不是官方想看到的東西吧？那我希望他把一些裝備更新完之後，就是那個可能剛才所說低使用率的把它加強之後，可以在後續
在追蹤這種裝備的那個情況，然後如果過強的話再下調一點，如果過弱的話再加強一點。對，這是我希望官方可以做到一個事情啊。相反的部分，對於遊戲環境造成過大影響，或者特定組合中會進行不合理情況的裝備，這樣預期會進行下調。那很明顯就是我們經常看到的一個裝備——神龍衣服。如果大家知道啊，不知道為什麼，只要把敵人吊在空中，然後使用這神龍衣服，就可以把敵人的血量直接噴了一大堆。那我覺得官方應該是有把這件衣服納入在那個下調空間，應該啦。那我覺得神行者頭盔也是一件，它有納入在那個考量當中。因為如果大家你是有打團戰或者是打單挑的話，你會發現神行者頭盔不知道為什麼，它那個頭盔只要打中敵人，那個敵人的血就會噴得非常之快。那這是我覺得神行者頭盔那個離譜的地方。那當然這只是一個猜測而已，那可能他想說的不是什麼血量的問題，可能是什麼技能的消極之類的問題，我不知道。總之我覺得他所說的應該是血量方面的那個不合理啊。那我們下一句，我們希望通過本次的平衡更新，打造一個能讓更多傭兵或是裝備都有發揮空間的戰鬥空間，並持續改善遊戲，讓玩家減少不合理的戰鬥體驗。謝謝大家。那其實這次韓服這個更新的目標或者是更新的方向，很明顯是針對現在遊戲裡面扎根了很久的一個問題，就是 Meta 維持的版本維持了太久了。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其實現在是 Meta 的版本是傳說英雄嘛，就是類似是什麼神行者啊、梅菲斯特啊那种圣座那種嘛。那如果大家想一想，其實這種傳說英雄在這個遊戲裡面成為 Meta 已經多久時間了？那其實一款遊戲有 Meta 這個東西是很正常的，所有競技的遊戲都有 Meta， 但是這個 Meta 不應該維持在同一個東西裡邊太久，應該是每一個 season 每一次更新都會讓一個新的 meta 誕生出來，那這個遊戲啊的那個多樣性才會慢慢的浮現。所以我覺得 meta 打法從來不是問題，有問題的是這個 meta 維持在同一個版本裡面太久了，從來沒有一個更替的那個跡象出現。那我相信這次韓服應該也是針對這種Meta 維持太久這個問題進行這個改動啊。如果你問我的話，我覺得他所說的那個把使用率較低的英雄下調，會是下調雷之英雄或者是雷類型英雄。那我覺得很大機會應該是10幾年前開始推出的那些傳說英雄，就是從那個惡魔吸血鬼那個年代那些英雄來進行這個修改。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總覺得那個年代出的一些英雄啊，對於那個戰鬥的那些體驗的考量啊，比較有一點深思熟慮的感覺在裡面，就是他們很明顯是符合當時那個戰鬥的節奏，那但是因為被官方所摒棄的關係，他們已經很久沒有強化，而導致他們被放棄了現在這個版本裡面。那如果他們現在被官方重新 pick up 起來的話，進行加強，我覺得它應該是一個非常好的一種選擇啊。例如說什麼冰神死壓帝啊，什麼閃光戰士，什麼呂布那些，我覺得如果要加強那些英雄的話，應該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會增加這個遊戲環境的多樣性的。那以上就是我的看法，因為其實我不是一個使用 Meta 的玩家，那其實我說的一些論點啊，都是傾向站在這個非 Meta 玩家的角度裡面說的。所以的話，我覺得我的一些觀點應該是會被不少人所反對，但是又是那句，一款遊戲變得更好，不是一直說一些冷嘲熱諷的一些對話或者是留言，而是更多有意義的討論，才會讓更多人願意加入這個遊戲的社群裡面，對，那才會讓這個遊戲變得更好啊。